本来我不想去看那个故宫的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个地方。啊啊！我就在那边拍一张照片。我在那边拍张照片嘛，反正去都去了。后来大家都要去嘛，我就去了。故宫啊，你去了就知道，它就是一个监狱，它就是一个监狱。外围是很大，那个墙高到那个墙几层楼啊，起码三层楼高的墙。然后一个大监狱里面分成很多小院，那个小院的墙也是那么高。然后呢，你住在里面的人，前面你是不能去的，因为前面是大殿之那个区域，你住在后面的人，你是不能到大殿那个地方的。你看后面的那个房间，就算是贵妃住的好了吧，皇后住的，也是一个小院啊，也是那么高的墙。那个房间带院子，就算贵妃住的，大概这个房子的三分之二这样子啊。然后墙也很高，那个他们很注重隐私权呐、你看不到旁边，也看不到，完全跟外界隔离的啊。所以那个地方啊，显得很沉郁。故宫我不想去，就是那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啊，就是非常压抑、非常沉郁的一个地方。你到那边，你走进那边，你就会晓得为什么那个宫廷剧那么多啊，大家里面相互倾轧、争权夺利，因为他在那里面住一辈子，他的范围就那么大。他每天见到的人就是这些人，他的资源就那么一点，他的资源就那些，那才是真正叫做小院高墙，小院高墙。所以你说明朝、清朝会有什么好的文化文明？他叫我去他的珍宝阁看，都是明清的东西，我不看的，因为明清的东西文化层次太低。清朝的东西它会工很好，可是文化层次、精神层次太低了，晓得吗？你就会发现到里面我们去走很大啊，因为你是从大门你随便逛啊，你随便每一个地方你随便晃啊，很大啊，你走1-2万步累死你。可是你想想看，以前住在里面的人，你住在这个院子，你就是在这个院子啊。我去看，我找宫保田以前住什么地方啊？找不到侍卫房，他没有房子是说侍卫房或者什么房没有啊？当然，他有很多房子都没有开放啊，因为他有7-8千间房子啊，那个是太可怕的一个地方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晓得越封闭。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内斗啊？因为他眼睛里面只有他身边的这些嘛，他根本不晓得外面啊。你的墙封那么高，就是变成什么？变成井底观天嘛。你井底1只青蛙也还可以，2只青蛙也还可以，100只青蛙了，100只青蛙了，你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感觉很不好的地方。而且不晓得为什么，你有没有人有查原因？为什么他那个墙要是那个颜色？红色啊，而且是朱红色啊？朱砂，它不可能全部是朱砂啊。对，朱砂的颜料，那个他们说朱砂替死。对啊，那可见里面血很多。贵妃都是带怨念，他们就很信那个。对啊，它一道墙多远啊，多大啊，都是那个颜色。你想想看嘛。一个人住在一个那种颜色，你满目是那种颜色的地方，你家里的客厅，你如果涂那个色，你住看，住没有半年你就疯掉了，是不是？你要看个太阳，看个天，你头还要抬那么高看，
那是一个很差的地方啊，所以国运会衰啊，国运会衰是想得到的，所以越是封闭，越是封闭，里面那个凝结的那个气呀，它越差，哎，所以里面的人心性都不好，会争斗啊，互相倾轧啊，所以你看那个《桃花源记》写那个世外桃源，那不可能的。小地方，你的范围就那么大，你一代人可以，两代人可以啊，你3代5代人，你那个地方的资源就那么多嘛，你人变越来越多，资源越来越少，你会产生什么后果？是不是？啊，那个明显的阶级就出来了嘛。阶级是干嘛的？就是分配资源啊。阶级一出来，金字塔上面的少，下面的多，那底下产生的怨就多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了解到那个老子讲的很多理想那些都不可能实现的啦。因为他那个很多的想法是在小国之内，你限定的人数啊，不是有人研究吗？一个部落大概到100人、200人是最多了。你再多，你这些人就活不了的啊。同样，他很多的理想是在小国，你人少可以那样子啊，鸡犬互相不往来啊，鸡犬不闻啊，你封闭到这个程度，人不可能幸福的啊。去西安吗？那你这次我没去西安，我西安是很早前去的。大陆你只要3个月没去，都变了样。西安我很早去的，西安也是一样嘛。中国它要维持那个，比方讲西安，它要维持那个古城嘛；开封它要维持那个古城嘛。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国大陆上面的人长久以来那么久的时间，对自己的文明跟自己的文化没有深刻的认知，因为太多了，认为没有什么嘛，太多了嘛。你看最重要的是你看那个布拉格好了，布拉格是其中之一，西班牙有些城也是这样，它是全城保留下来嘛，包括皇宫，包括民居，包括街道，是吧？匈牙利是不是有这样的？也有嘛。它整个保留下来，可是它规划的很好。它规划的很好，所以你会看到它整个保留，可是它跟生活没有脱节。可能住在里面的人也会不那么方便，因为他可能也是要装个冷气啊，弄个下水道啊，什么也会规定嘛。你外面的要保持怎么样，什么也会有规定。可是人家保持的很好，你去观光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被保护起来的一个地方。你从外面进来，它是跟外面的世界，你的感觉就是保留下来这个东西很美。可是中国在保护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它就跟现代跟人口的成长发生很大的冲突了。它发生很大的冲突，很多东西很难保留。你到一个城市去，99%的古迹都是原地重建，真正老的很少。我到开封去，说开封这么古老的地方，那么多朝代在这边，为什么博物馆的东西那么贫瘠啊？博物馆没什么东西啊。他们说挖出来就给别人借走了，中央的借走了，因为开封的博物馆层级太低嘛，好东西都被借走了，借走了就没有还了。我说为什么开封这么落后啊？感觉很落后啊，不开发。
他说不能挖，一挖就是古迹，一挖就是古迹，就不能建设啊，就要停下来。开封有一个是真正的古迹，它的铁塔，它的铁塔，那个铁塔，它是整个是里面是木结构了，然后外面贴的全都是琉璃，非常漂亮。那个地方啊，它是一个很大的，变成一个公园啊，周边那个气场非常好。我进去到铁塔那边啊，就想要流泪，你知道那个地方，结果才发现啊，后来才查，那个铁塔只是露出来的冰山一角，底下啊有更深的它的塔基啊上来啊，然后那个塔的下面有六朝的庙，在那个原址上面啊，6个朝代的庙在下面。想想看，那样的地方，你怎么办？你要不要挖？不能挖，也不能建设啊。开封像这种开封洛阳这些地方，全都是这样。那我说为什么建设这么落后啊？没办法啊，你不能盖大楼啊。是不是？所以它有它的很多的困难，所以很多才有新区嘛，很多这种老城啊才有新区。那新区的发展跟整个的规则跟管理跟老区就完全是两回事情啊。你到那个。不要说别的，你到北京，你说你到北京去，你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去的？坐飞机，我是坐高铁去的。我是从那个新乡啊，河南新乡坐高铁去的。北京的高铁站总站，它的厕所，女厕所我不知道啊，女厕所是没有门哦，还是没有门哦。男厕所还是那个一排的沟。我说怎么是这样子呢？他说：“因为它盖的最早啊，里面很多地方还没有电梯啊，很辛苦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样？北京北京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地方？你会去看很多很矛盾的。北京那个地方啊，很多让你觉得很惊讶。北京首都怎么可以是这个东西还存在？它就存在。”看不懂所以新跟旧之间，它很多在维持那个旧的时候啊，很困难，还没有那个方法，或者还没有那个智慧，怎么让那个新跟旧啊能够保持到？它现在只是维持一个旧的那个形，维持到那个形很多它在建起来的新的东西，你看是木头的，不是啊，它是钢筋水泥啊，可是那个做的真像，那个做旧啊，那个做旧也做的非常像可是新的东西跟老的东西啊，就是不一样，所以欧洲很多地方它保留下来的，可以参考，但可能是欧洲在保存那些东西的时候啊，它比较容易中国还不到，不管是科技啊，还是整个技术或者认知上面还不到，就是把那个老东西不是看的那么值得珍惜的那你要分出老跟新啊，
分出老跟新也很难的，也很难。你到很多地方不跟你讲的话，你不去敲看，不跟你讲你也分不出来的啊。然后呢，它现在很多景啊，这是中国现在很不好的，就是它的审美啊。我到开封，我说这个宋朝文化，哎，怎么很多地方搞的那个红绿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宋朝的品味吧？他现在很多景区搞古的都是搞那个晚上都搞那个灯光秀啊，什么那些都搞得花花绿绿的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整个的品味还没到，因为他们大部分这些地方都是包给财团的嘛，都是外包弄的，那些人的品味就是那样子，所以你到各地方的古迹去看啊，都是搞的那个花花绿绿的，绝大部分的有些地方什么地方忘了，有一些不是那么红的景点，还有一点比较宋朝的，比较那种比较高一点的品味在，绝大部分没有这个品味所以我在那边说嘛，我说大陆不管政府啊、财团啊、人民审美程度还不够，就是他们从穷上来，你可以看嘛，那个穷人一开始变有钱了，就什么穿金戴银花花绿绿啊，要吸引别人注意，告诉别人我很有钱嘛。然后你到真正很有钱了，3代很有钱了以后变什么？穿的衣服都是非常朴素了，穿戴也没有那么多了，生活也都是很朴素了，这都要经过炫耀期，过了以后，慢慢觉得炫耀的品味太低了，才会慢慢沉潜下来好，刚刚这个有问题吗？